欧盟可能一夜回到解放前，美国也被拖下水，指责中国提高了全球平均水平。一个国家的繁荣与否，看他们夜晚的灯光就能清晰得知。而欧盟国家近2年的用电量持续下滑，意味着经济水平已经开始衰退。与此同时，中国的用电量却有明显上升。可美国为何会被拖下水呢？随着欧盟这些年的去工业化，造成了电力过程的部分现象，但有着如此巨大的电力需求降幅，其实和俄乌冲突脱不了关系。在俄乌战争爆发之后，欧盟跟着美国的步伐开始制裁俄罗斯，但殊不知这种行为对自身也颇具伤害。俄罗斯具有丰富的石油和天然气，由于俄乌冲突的开始，欧盟和俄罗斯的能源协约自然作废，这也造成了欧盟能源价格翻倍，电费水涨船高。这种情况下，很多企业开始出逃欧盟，像德国的巴斯夫就来到了广东湛江投资，这也导致了欧盟出现大量工业停产的现象。眼看跟随自己的欧盟都陷入泥潭了，作为带头大哥的美国又会好到哪儿去呢？欧盟一夜回到解放前，被一起拖下水后的美国动起了其他心思。对于美国来说，欧盟的能源危机是美国实现工业回流的大好时机。现如今，大量的工业逃离欧盟，像原生金属产业、机械产业以及汽车产业等制造业，他们都急需新的地方进行投资。而在美国的算计中，这些产业大概率会去美国，从而让美国再次工业化的美梦。可事实会如他们所愿吗？2022年，美国全工业部门用电占比25.8%，远低于2023年的水平。美国近些年一直在不竭余力地振兴工业，想借此降低巨大的贸易逆差，振兴国内经济，缓解通货膨胀等诸多问题。可欧盟工业的衰退并没有为他们带来机会，反而因为双方经济密切的关系，在欧盟经济衰退的时候，直接被一并拖下了水。眼见通货膨胀指数不断升高，美国直接将能源危机的欧盟视作肥羊，以3倍以上的价格向欧洲输送天然气，靠着俄乌冲突大赚欧盟一笔。而就在美国认为这波不亏的时候，一个国家的发展现状让他们咬碎了后槽牙。欧盟一夜回到解放前，被一并拖下水的美国指责中国提高了全球平均水平。根据2023年中国电力行业年度发展报告中可以得知，预计我国全年的用电需求增幅在6%左右，相比去年3.6%的增幅再上一层楼，而这也说明了我国工业产值在不断的提高。虽然这2年全球经济萎靡，欧美也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经济衰退，但是我国却在稳中求进，逐步恢复经济。我国是一个制造业大国，工业用电需求的增加也传递了工业振兴的信号。除了中国电力需求在巨幅增加，还有印度也有一定程度的增加，两者加起来预计能够拉动全球电力需求增加2%，其中大部分还是中国的功劳。所以，仅从现如今各国的电力需求数据就能看出工业潜力，而中国作为世界工厂，无疑冲在了工业复兴的头阵。对此你怎么看？欢迎在评论区讨论留言。